没有想到，这个是我非常没有想到的。这个综艺是只有快乐的一个地方，那我就说这是我今年最快乐的时间。我的造型所有都是我自己搭的，然后包括妆发都是我自己在做的。说实话啊，是啊，为什么一来就得让我去那儿？我想不明白。Hello， 迷妹专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露丝。Hello。我们知道露丝很少参加综艺，选择童话的原因是什么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综艺，就是连录3天的这种感受，是没想到的感受。我也不知道大家在看的时候会不会有置身在里面的感觉，但是非常的温馨快乐。这个综艺是只有快乐的一个地方。比如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孩子在这次节目里面的一个存在的？我没想到现在的小孩都这么聪明，我没有想到，这个是我非常没有想到的。有礼貌，有分寸，有情商，有逻辑，有自己的规则，有底线。我感觉他们是被缩小了，怎么回事？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很特别，他们也非常把自己就是置身在里面。所以就是童话嘛，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个工作，他们也置身在里面，所以我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。他们是非常非常棒、顶尖的 NPC， 他们的表现直接带动了大家的情绪。没错，对他们的表现真的让我感到震惊，经常让我恍惚说：“你8岁的时候有那么聪明吗？”这2天节目录制，现在想起来都会笑出声的事情是什么？因为我今天一下综艺，然后呢就跟我团队说，我说因为我腿也掰了嘛，就这样的，然后刚从水里起来，因为今天在水里，那我就说这是我今年最快乐的时间。痛并快乐着吗？没有痛，对。咱们节目最终大奖是减龄到8岁，还记得8岁的自己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？长大。现在愿望实现了，感觉怎么样呢？觉得特别没有意义。如果现在有台时光机可以回到以前，你最希望回到哪一年？为什么？其实没有这个问题换言而言之，就是你以前的时间是哪一个时间是你再想再过一次最值得怀念、最开心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其实觉得就是还好，没有。因为现在就很开心吗？很开心了。那露丝这次来住的是树屋还是纯屋？我是弟弟给我，他把他的树屋就是给我住了。我住的树屋。那么住在树屋里面和你想象的一样吗？说实话啊，很嗨，就是非常疲惫的时候，竟然还可以这么嗨，就让我自己非常意外，因为真的快乐。从睡梦中醒来，会有那种进入童话世界的感觉吗？我觉得童话里的感觉就是，你看所有东西都这么美好，你有钱，你去做2条手链，你就能换钱了，换了钱你就能买吃的了，然后每天有那么多人陪着你玩，我觉得这就是童话。现在手上戴的这双手链就是自己制作的吗？我给他们都做了一个，因为我很爱穿手链，做手机壳呀，这些手工我很爱，但是我没有时间，所以这2天就把我所有想做的事都做了，就很开心。想知道这2天玩下来，你对哪个游戏环节印象比较深刻？游戏环节其实我真的都还好，因为我玩游戏，特别是那个艾米欧或者什么波波攒这种，我不行。但是你能做手链赚钱了。做这个手工的时候我已经发达了，不瞒你说，我第2天来的时候就成为这个岛上最富有的人了。节目中还有个不击岛的设定，你有被流放不击岛吗？是啊，为什么一来就得让我去那儿？我想不明白。那岛上的3项工作，工资表算数字，把歌唱成98分，清理狗吃膏药，这些岛上的游戏哪个你觉得最难完成？我不知道里面都有这些。我是天蝎座，我一进去一看这几个选择，艺术之门，我不知道那是个受惩罚的地方，我以为就是一个选房间，住在里面或者怎么样，所以我就是选，就是一眼就是选了个财富之门。如果世界真的变成了小朋友制定规则，你最担心和最期待的是什么？我期待的太多了。我其实第1天待完之后，我在想说第2天它能有什么东西啊？那如果每天都是一模一样的话，那也不会太有意思。结果每一天都充满了新意，因为每一天小孩子想的事情都不一样，
对，所以我就期待的就是瞎期待，什么都很期待。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很期待我那个食堂今天吃什么，然后就很开心。担心的就是成人的世界呢，怎么说呢，都是跟小朋友是不一样的。对，然后呢，小朋友的世界就像他们给我们设置的游戏，成年人挺可悲的，第一反应就是那我们帮谁，算谁赢。小朋友们在小时候为什么要算谁赢？这不就是个游戏吗？对，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出入，因为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了。可能会担心就是这方面。那如果让你给岛上制定一个规则的话，你会制定什么内容？现在规则好完善啊，你这个规则太完善了，我似乎都找不出任何 bug。那如果能让你删掉一条的话呢？去掉一条。就是砍价不能只用波波攒跟爱牛来砍价，而且不能有的零食只能18岁以下的人才能吃，18岁以上的人就不能买。那个果冻他们就不让我吃，他说你多大了？这样看着我，你多大了？小朋友这么说吗？小朋友们你多大了？不让吃。作为5G 冲浪达人，有关注到沈腾玛丽版的偷偷笑不死吗？偷偷笑不死。我有看。豆丝作为 Vlog 达人，有什么拍照小技巧可以分享？因为大家知道，因为偷偷藏不住里面我的造型所有都是我自己搭的，然后包括妆发都是我自己在做的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，不是今天你穿的要有多漂亮，而是你今天能不能够融入到你的场合里，什么样的场合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。这个氛围感就来源于环境，来源于你的那种能量有没有契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整个环境很重要，按环境去搭配自己的衣服，然后拍出来的照片就会很好看，不管怎么拍都很有氛围感。童年游戏东西南北，开始前选择方向和次数，比如东16下，进行操作后做对应位置的乘法或者领取奖励。东南西北，你还记得怎么玩吗？是的呀。我选东5下吧，先横吧。哼唱2句最近在听的歌。不如唱下主题曲。啥主题曲？你自己唱的。唱啥了？我跟你说，我这几年在这待着全失忆了。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我要去银行存那个钱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哒啦，它能实现小小愿望，又是起魔法。南，横吧，6。企鹅公仔，哇！哇，就是今天如果不玩到这个企鹅公仔，大概是12点也不让收工这样，一定要翻到这个。是不是？不是哈。对，因为我刚刚看你这样蓄势待发的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让我就害怕，如果没有翻到这个企鹅公仔，再坐船给我送回去。我们本来就打算，不管你抽没抽到，都会送给你。哦，天哪，我居然抽到了！